你是否已经在现在这个家里住了20年、25年，甚至30年了？那你可能已经有一个计划了，对吧？对，就是继续住下去，保留熟悉的生活，其他事情等真的需要时再处理。老实说，对很多人来说，在熟悉的家里养老确实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在我整理台湾家庭的居住、老屋与照顾问题时，我注意到一件事：真正的错误通常不是选择在家住到老，真正的错误是等到事情发生以后，才开始建立 Plan B。因为一旦生活替你做了决定，你的选择就会迅速减少。这正是我今天要谈的重点。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会谈到改变，但你有没有想过，有一种改变是慢到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很多人以为一个家不再适合养老，是因为发生了一件大事，一次跌倒，一次健康危机，一次受伤。有时候确实如此，但更多时候是一连串很小的变化，随着时间慢慢累积起来。楼梯开始变得有一点吃力，去市场买菜来回要花更多时间，你不再那么常走上顶楼，你一直没有换掉走廊那颗坏掉的灯泡，因为那表示你必须搬椅子爬上去。浴室的瓷砖有点滑，窗户下雨时偶尔会渗水，铁卷门越来越难拉。但因为这些改变都发生得很慢，你很容易告诉自己，我还好，晚一点再处理吧，也许明年再说吧。房子好像没有改变，是生活变了。这正是为什么这件事会让这么多家庭措手不及。我看过这种情况发生在许多台湾家庭里。让我用一个案例来说明。我们叫这对夫妻陈先生和林太太，他们住在桃园一栋3层楼的透天厝，已经住了很多年。陈先生曾经说，现在爬楼梯确实比以前吃力一点，但是还可以，慢慢走就好，不用急着处理。然后有一天下午，他到顶楼整理花盆搬东西的时候，他的腰突然严重扭伤。我们说的不是休息2天就好，而是痛到很难起身，无法正常走动。接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接受治疗与复健。突然之间，原本还可以处理的事情全都变得无法处理了。房间在2楼，主要的浴室在楼上，洗衣机和晒衣场在3楼，每天都必须走的楼梯突然成了最大的问题。陈先生并没有改变自己对这栋房子的想法，是他的身体替他改变了这场讨论。而这正是 Plan B 要预防的事情，不是预防受伤，不是预防老化，而是预防那个选择权被决定，而不是由你来决定的时刻。这也带到了我认为最大的错误，而且老实说，几乎没有人在谈这件事。不过，在我们继续之前，我很好奇，跟大约5年前相比，你家里现在有什么事情变得比较困难了？是楼梯吗？是浴室吗？是整理顶楼、打扫房子，还是处理家里越来越多的维修？或者可能目前还没有，那也很值得知道。请在留言区告诉我，我会阅读每一则留言。好，所以我看到的最大错误是，大多数人都有一个 A 计划，留在原本的房子里，维持熟悉的生活，有事情发生再一件一件处理。他们没有的是 Plan B。当 A 计划是你唯一的计划时，生活总有办法替你做下一个决定。这是一种我经常看到的情况，而且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常见。有人住在原本的家里，生活开始变得越来越难处理。在内心深处，他们也知道，也许有一天搬到有电梯、坪数比较小，或者离孩子比较近的地方，可能会更合理。但是他们还没准备好，所以现在的计划就是等待。
而在等待的同时，他们也开始停止对房子进行更新。反正以后可能会搬，为什么现在还要花钱做屋顶防水？为什么要更新老旧电线？为什么要换掉耗电又不冷的冷气？为什么要处理那扇越来越难开的铁卷门？我理解这个逻辑，我真的理解。但实际发生的情况是，第一，你现在仍然住在那里，所以你正在一间没有被妥善照顾的房子里生活。卡住的铁卷门会运转，但是已经不太冷的冷气，偶尔跳电的插座，下雨时会渗水的窗框，需要反复点火的热水器，这些看起来不大的事情，慢慢累积起来，会让整栋房子开始显得疲惫，而你每天仍然住在里面。我最近听到一个很典型的情况，一位屋主多年来看着同一条巷子里的邻居陆续做屋顶防水、换窗户、更新水电，也把需要处理的浴室重新整理。有一天，他回头看着自己和先生住的房子，才发现他们家是整条巷子里唯一一栋看起来和25年前几乎一模一样的房子。买方会注意到这一点。第二，当生活真的替你做了决定，不管是健康问题、跌倒还是受伤，你现在必须在市场上处理一栋需要大量修缮的房子。有些屋主仍然认为这是老房子，买方应该知道，就照现在的样子交屋就好了，买方自己整理。但现在的买方会仔细看屋况，他们会看漏水、壁癌、水电管线、浴室、窗框、违建与结构问题。他们有其他选择，他们会要求降价，会要求修缮，或者直接去看下一间房子。那些原本感觉还可以应付的延迟维护，到了2026年已经不是一笔小数目了。你只要看过一张老屋修缮报价单就知道，屋顶防水是一笔，浴室漏水是一笔，窗框、水管和老旧电线又是另外几笔。每一项分开看好像还能处理，但是全部放在一起，很容易就从几万元一路增加到几十万元，而那还不是重新装修，只是把原本应该正常运作的东西恢复到能够正常使用。所以现在你必须在压力之下处理或出售一栋累积了许多维修问题的房子。市场上的买方有选择，而你却偏偏处在最没有时间、体力与心力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刻。这就是当 A 计划是你唯一的计划时可能发生的事。而在这一切的背后，几乎每一次都有一个共同点：你希望自己是做决定的那个人，不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健康状况，也不是一栋逐渐老化的房子。你希望这个决定仍然在自己手上，这是目标，而且完全合理。从台湾许多家庭面对老屋与居住选择的经验里，我看到一件事：那些最后仍然能掌握决定权的人，几乎都提早做了一件不同的事。他们在真正需要之前，就先建立了 Plan B， 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好搬家，而是因为他们想要保有选择。那么实际上要怎么保持决定权？这就是 Plan B 发挥作用的地方。Plan B 到底是什么？它不代表你现在就要搬家，不代表你现在就要换成比较小的房子，也不代表你现在已经准备好采取任何行动。它只代表你在生活强迫你以前就先思考过这件事。你知道自己有哪些选择，你知道这间房子目前的状况，你大概知道它在现在市场上的价值，你也知道如果有一天必须改变，下一段生活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可能是有电梯的房子，可能是比较小、比较容易整理的空间，也可能是搬到离孩子、医院与日常生活更近的地方。而这一切是依照你的条件
与时间表来决定。就这样，这就是整个 Plan B。那些提早进行过这类对话，甚至只是提早开始问对问题的家庭，在真正需要做决定时，通常会有更多选择，更有把握，也会少掉很多压力。如果你还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我把3个搬家前应该先问的问题直接放在这支影片下方的说明栏，不需要下载，也没有任何压力，只是3个问题，帮助你开始想清楚，如果生活真的改变，下一步可能是什么。如果你想更深入了解，我也正在整理一支关于退休后到底该不该换小房子的影片，因为有时候最大的错误并不是搬家本身，而是等得太久，才第一次开始思考接下来的生活。嗨，我是阿赫，这里是顾爸妈免惊啦。如果你想和家人一起厘清目前的房子还适不适合继续住，以及未来可能有哪些选择，可以把这支影片传给他们。没有压力，不是要你现在搬家，只是先把选择想清楚。顾爸妈免惊啦。我们下支影片见。